一束追不上的光，为什么改变了时间和空间？朋友们，夜深了，请把灯调暗一点，请深吸一口气，因为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比神话还像神话的故事。我们要认识一个曾经改变过全世界的人——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你相信吗？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，时间真的会变慢，空间真的会弯曲。你跑得越快，你的表就走得越慢，你站得越高，你衰老的就越快。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，对不对？但这不是电影，这是100多年前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，在安静的深夜里，用一支笔在草稿纸上亲手算出来的宇宙真相。他没有实验室，没有仪器，没有团队，他只有纸笔和一颗不肯停下来的头脑。朋友们，这是一束追不上的光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永远不肯低头的人的故事。我要告诉你，当这束光划过夜空的时候，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钟被重新拨响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记得点一个订阅，让我在每个深夜继续为你点亮一盏灯，陪你一起追那一束永远追不上的光。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回1879年3月14日，德国南部一个叫乌尔姆的小镇。那天春寒料峭，一个犹太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出生的时候后脑勺特别大，形状有点奇怪，来接生的。医生吓了一跳，母亲也差点以为这个孩子出了问题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头微微大的婴儿将在几十年后让牛顿的物理学大厦轰然倒塌。家人给他取名叫阿尔伯特。阿尔伯特小的时候看起来笨极了，他开口说话非常晚，晚到父母怀疑他是哑巴，晚到家里的女仆偷偷跟母亲说，这孩子恐怕不行。他脾气特别怪，玩积木的时候专注的让人害怕。他可以一个人蹲在地上，把积木一块一块的搭起来，搭到14层高，然后推倒。再重来，他不需要玩伴，不需要掌声，他喜欢安静，喜欢观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有一次，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，小小的罗盘里面有一根红色的指针，无论他怎么转怎么晃动，那根指针永远固执地指向北方。小阿尔伯特吓坏了，他浑身发抖，他觉得那根针后面一定藏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。他不停地问大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总是指向那边？没有人能回答他。那个问题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埋进了他的心里。后来他回忆说，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谜，一个藏在事物背后的深不见底的谜。那个谜后来有了名字，叫做物理学。可是朋友们，这个痴迷谜题的孩子在学校里过得并不好，他是全班反应最慢的学生。老师讲课，他常常发呆；老师提问，他常常答非所问。他不喜欢死记硬背，不喜欢军事化的操练，更不喜欢那些只会对着课本摇头晃脑的同学。慕尼黑的老师骂他，你将来一事无成。还有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，有你在。这个班的风气都坏了，同学给他起了难听的外号，叫懒狗。他走在校园里，永远是一个被嘲笑的身影。他连体操都做不好，动作僵硬，队形也排不齐。15年里，他仿佛是一个活在人群之外的影子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笨孩子，他的脑子里早就在运转着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。那套逻辑比整个学校加在一起都更加接近宇宙的真相。12岁那年，转机来了，一个叫塔尔梅的医科大学生偶然闯进了他的生活。塔尔梅是个热心肠，他见阿尔伯特酷爱数学，就送给他一本欧几里得几何。就是那本古老的书改变了阿尔伯特的命运。他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愣住了，他从没见过这样清晰的东西，从没见过这样锋利的美。原来世界上存在一种真理，不需要实验，不需要权威，只要你用纯逻辑推演，就能抵达最坚固的结论。他像一匹饿狼，扑进了羊群里。他没用几周就啃完了整本几何，然后自学微积分，然后自学高等物理。14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掌握了微积分。同龄的孩子还在为平面几何头疼。
他已经在思考整个宇宙的秩序了。他妈妈说，阿尔伯特喜欢的不是热闹，他喜欢的是事物背后那种沉静的规律。那句话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好的注脚。16岁，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，他要退学，他要离开德国，他受够了这个国家的铁血教育，受够了那些像士兵一样被训练的学生。他交上一份申请，说自己要前往意大利与家人团聚，学校没有挽留他，甚至厌恶他。一份医学证明上甚至这样写着：该生精神衰弱，宜休学静养，简直胡扯。他健康得很，他只是太敢于和世界不一样了。他离开了慕尼黑，离开了那个让他窒息的教室，然后他连想都没有想，就放弃了德国国籍，成了一个没有国家、没有归属、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。1年以后，他报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，他的数学成绩好得惊人，物理成绩也好得惊人，但是他的文科成绩拖了后腿，他的法文、他的植物学、他的文学史全都一塌糊涂。他没有考取，他落榜了。朋友们，你敢信吗？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，这辈子连大学入学考试都曾经挂过一次，他都没有被一次失败打倒。他去了瑞士阿劳，重新读了1年中学，第2年再考，这次他成功了。但他依然是所有人眼里的怪人，一个不修边幅，头发乱蓬蓬，袜子永远找不到，说话慢吞吞的怪人。进了大学之后，他的狂野就彻底藏不住了。他讨厌照本宣科的教授，讨厌那些一句话都不改的老师。他喜欢泡在实验室，更喜欢泡在咖啡馆。他翘课，他顶撞老师，他当着全班的面说：“教授，您刚才的推导有问题。”教授气得脸色铁青，一整个学期都不愿意理他。有课堂实验，他不按课本上的步骤做，他随手改了一个开关，然后把结果弄得乱七八糟。教授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只是想看看另一种可能，那种可能碰巧把您喜欢的答案给炸了。”教授怒吼：“你永远成不了科学家。”他说：“那正好，我可不想变成你这样的科学家。”大学4年，他靠同学最漂亮的笔记续命。他的笔记总是东记一笔，西记一笔，看起来像天书，但他的数学天赋强得吓人。连最挑剔的教授也承认这个穷学生的脑子是全班最锋利的。可是天才不等于好前程。1900年毕业的时候，全班4个学生，3个都找到了助教的职位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有接。没有教授愿意留他，没有研究机构愿意收他。他甚至写信给欧洲各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寻找一个助理的位置。他一次次把信投进邮筒，一次次收到冰冷的拒绝。最离谱的是，连一个中学教师的岗位他都没有拿到。他口袋空空，穷得叮当响。他每天躲在出租屋里啃黑面包，写那些没人认可的论文。他绝望地给朋友写信说：“我们这些少数人注定要受苦，这就是命运的代价。”可是朋友们，命运从不亏欠真正的天才，他只是喜欢先刁难他。1902年，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终于向他敞开了门，他被录用为3级技术专家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审核员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别人上报的发明专利，判断这个设计有没有意义，要不要批准。这工作无聊吗？对别人来说是的，对爱因斯坦来说，这是一座天堂，因为专利局的抽屉里堆满了人类最稀奇古怪的奇思妙想。有人想发明永动机，有人想发明时光机，有人想把台灯装到帽子上。他一边翻着这些图纸，一边笑得前仰后合。但对于真正精巧的设计，他会眼睛一亮，然后反复推敲。他说：“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什么叫物理直觉。我要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成功，这个判断本身就是物理。”白天他是那个不修边幅的小职员，同事们觉得他好相处，但也觉得他古怪。他走路永远心不在焉。有一次他从办公室出来，直接撞到了门框上。他揉揉脑袋，笑着说：“我刚刚在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”“什么问题？”同事问。他说：“我在想，如果我骑在一束光上，
会发生什么？同事愣住，摇了摇头，以为他疯了。但就是这个疯话，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起点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晚上都坐在那间昏暗的小公寓里，想象自己追着光跑，想象自己把时间甩在身后，想象一束永远追不上的光。如果光速不变，那时间就必须变；如果时间会变，那空间也一定会变。他一遍一遍地算，一页一页地写，写的头发更乱，写的烟斗烧到了桌角。他的妻子米列娃后来回忆说，他总是深更半夜起来，坐在书桌前写啊算啊，嘴里嘟囔着宇宙要藏不住了，宇宙要藏不住了。1905年，朋友们，那一年注定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年份之一。那一年，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。那一年，他在6个星期内连续往物理学界丢出了5颗炸弹。第一颗炸弹，他解释了光电效应。他告诉世界，光不是连续的水流，光是一颗一颗的颗粒。这一颗一颗的光子把金属表面的电子撞了出来。他后来靠这个发现拿到了诺贝尔奖。第二颗炸弹，他证明了布朗运动。他告诉世界，花粉在水面上乱跳，那是因为看不见的分子在撞击它。他第一次用数据证明了原子的真实存在。第三颗炸弹是整个世纪最疯狂的杰作——狭义相对论。他告诉全人类，光速是宇宙里最大的速度，不论你怎么追，你都追不上光。光永远以30万公里每秒的速度前进，而这个铁一般的速度极限将迫使时间变慢，空间压缩，质量与能量转化。他写下了那一行惊世骇俗的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仅仅5个符号就把整个宇宙的质量和能量绑在了一起。当时的物理学界被震得鸦雀无声，很多教授根本看不懂这篇论文，他们翻来覆去的读，然后愤怒地摇头：怎么可能？时间和空间怎么可能是相对的？牛顿老爷子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年轻人是正确的。你想知道狭义相对论有多神奇吗？我讲给你听。假如你站在马路边，一辆车以很快的速度飞驰过去，你看到的时间和车里的人看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你的表走得慢，他的表走得更快。不，恰恰相反，是他车里的时间变慢了，他经历的1分钟比你的60秒要长那么一点点。当然，这点差异小到你看不见，因为人类的交通工具太慢了。但如果有一天你坐着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去旅行，你出发的时候，地球上你的孩子刚出生，你飞了10年再回来，你会变成个中年人，而你的孩子已经白发苍苍，甚至已经离世。这不是科幻，这是相对论的计算结果。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说地球上的 GPS 卫星每天都要修正相对论带来的时间误差。如果不修正，你的导航会每天偏出10几公里。你看爱因斯坦的理论，我们躲都躲不掉。但朋友们，如果以为1905年就是终点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只是他巅峰之路的第1级台阶，真正的疯狂还在后面。1915年，第1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血肉横飞，柏林城被饥饿和炮火笼罩，爱因斯坦一个人困在这座悲情的城市里。他的胃病发作，他的婚姻失败，他身体衰弱，他整夜的咳嗽，但他还在战斗。他要挑战一个更恐怖的对手——广义相对论。他要回答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物体会有引力？为什么苹果会落地？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？牛顿说这是万有引力，是一种神秘的力量。爱因斯坦说不对，这不是力，这是时空的弯曲。他认为质量会把周围的时间和空间压弯，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跑，是因为太阳把它周围的时空压成了一个坑，地球只是在这个坑里沿着惯性画了一个圆，就像一颗玻璃球在碗沿上转圈，不是因为有一根线在拉住它，而是因为碗底本身就是弯的。这个想法
疯狂到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一个人的战争持续了整整8年。他一次次以为自己就要算出来了，结果方程一展开全错。他推翻，他重来。他写信给朋友说：“我对自己的智力感到绝望，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会问自己，是不是我根本就走错了方向？”但是第二天清晨，他又点燃烟斗，重新铺开稿纸，眼神比谁都亮。1915年11月25日，他站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讲台上，终于写下了那个终结一切的方程——引力场方程。那是一个简洁的可怕的形式，他把时空的弯曲和物质能量的分布完美地放在了一起。写完那个方程的那一刻，他激动得差点站不稳。他对台下的听众说：“先生们，我们刚刚发现引力并不存在，它只是时空弯曲的假象。牛顿的万有引力从今往后只能当做一个近似值了。”那一夜，整个物理学旧的世界碎了，新的宇宙诞生了。但理论再漂亮，也需要被验证。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疯狂的预言，他说：“当遥远恒星的光经过太阳边缘时，会被太阳巨大的质量吸引，光线会弯一点点，仅仅1.75弧秒。在地球上，你只有等到日全食，当月亮遮住太阳的时候，才能拍到太阳背后的星光。”他提议去拍日食。1919年5月29日，2支英国科学考察队出发了，一支去西非，一支去巴西。他们带着望远镜，带着底片，漂洋过海，赌一个虚无缥缈的理论。那一天，西非的天空乌云密布，天文学家们急得团团转。日全食将要在下午出现，可太阳一直躲在云层后面，他们心里直打鼓。到了日全食开始前最后1分钟，奇迹降临了，云层裂开，一道阳光洒了下来。天文学家疯狂地按下快门，他们拍下了太阳周围的星星，拍下了那一束本来看不见的星光。回到英国之后，他们数星星，量位置，计算偏差。皇家学会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欧洲最顶尖的科学家。当主持人宣布结果是1.79弧秒，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几乎完全一致时，全场起立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第二天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的头条写着“科学革命，牛顿学说被推翻”，《纽约时报》写着“天上之光”，真的弯了。一夜之间，爱因斯坦从物理学家变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名字。他的照片被印在报纸上，印在杂志上，印在一张张明信片上。他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星科学家。哥伦比亚大学请他演讲，听众挤破了门；巴黎的学者请他座谈，连一贯高傲的法国人也为他鼓掌。他在日本访问的时候，一个信差把一封电报送到他住的酒店，酒店的服务生不敢收他的小费，爱因斯坦随手把自己刚写过的草稿纸塞给对方，当作小费。那张纸条上写着他关于幸福论的见解。几十年后，这张小纸条在拍卖会上拍出了惊人的天价。你看，他随手丢掉的废纸，后来成了人类的无价之宝。他本人倒是完全无所谓的，他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有人夸他是天才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好奇心重。”有人问他：“爱因斯坦先生，你为什么能提出这么伟大的理论？”他挠挠头，笑着说：“因为我不觉得那些新东西有多难，我只问自己，如果是我来做，我会怎么理解它。”他永远保持着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去面对整个宇宙。1921年，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但你们知道吗？诺贝尔委员会给的理由居然只提到了光电效应，绝口不提相对论。因为当时还有一大批老学究不敢承认相对论，怕惹麻烦。他收到消息之后，只是淡淡笑了笑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他们不给奖，我也照样相信我自己。”他甚至没去领奖，他把领奖的事情交给代表，自己继续在书房里写他没有完成的理论。那时候，他的对手已经换了一拨人，最让他头痛的是一群量子力学的年轻人。波尔、海森堡、
泡利。他们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率物理学。他们说，微观世界里没有确定的东西，一切都是概率。上帝在掷骰子，爱因斯坦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他坚决反对。他说，上帝不掷骰子。他写了无数封信与波尔争论，一争就是几十年。每次波尔来看他，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，从书房吵到客厅，从下午吵到深夜。有一次波尔离开的时候，天空刚下雨，波尔说，爱因斯坦，你不是神，你只是和我们一样犯错的凡人。爱因斯坦站在门口看着雨水，轻声说，如果上帝只安排了一副牌，那这世界就太无趣了。也正是这场一生的论战，后来催生了量子信息，催生了半导体，催生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。你手里的手机屏幕上一行行跳动的信息，背后有爱因斯坦的敌人，也有爱因斯坦的伏笔。这就是文明的奇妙之处，连天才之间的争吵都是全世界人的福利。但这里朋友们，我必须停下来说一句，爱因斯坦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。他傲慢，他散漫，他有时候甚至刻薄，他的私人生活简直像一团乱麻，让人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第一任妻子米列娃曾经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物理系学生，她嫁给他的时候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前途。他照顾他的起居，帮他算数学，在深夜给他端来热汤。可爱因斯坦成名之后，对他越来越冷淡。他写给他的信充满了命令的口气，家务归你，孩子归你，我的论文优先，我不需要你的陪伴。米列娃心都碎了，她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忍受着越来越强烈的内心荒芜。他们后来离婚了，米列娃的世界塌了，而爱因斯坦几乎头也不回地投入了下一段感情。他的第二个妻子艾尔莎是他的表姐，也是他的看护者，可是他们的关系依然不算亲切。爱因斯坦对亲生儿子也谈不上负责。大儿子汉斯长大后，用几乎指责的口吻写信给父亲，说，您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陌生人。爱因斯坦晚年承认过这个遗憾，他说，我对家庭的亏欠远比我为物理做出的贡献更大。说实话，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不是一个好父亲，甚至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，但他从不装。他不愿意假装自己是个完人，他懒得多说一句废话。有一次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，全场衣香鬓影，只有他穿着一件老旧的灰色毛衣，脚上连袜子都没穿。宴会的女主人忍不住提醒他，爱因斯坦先生，您是不是忘了换礼服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抬起头，一脸平静地说，女士，这里是别人家，我穿什么都无所谓，因为我明天就会离开，而那套被他们拿来镀金的礼服终究不是一件衣服的事儿。你们记住的是我的头脑，不是我的领结。一番话把全场都说安静了。他身上的怪癖多得像星星，他从不穿袜子，因为他觉得袜子总是会滑进鞋里。太碍事。他剪头发永远用一个不太靠谱的老理发师，因为他不愿意花时间挑选。他抽的烟斗永远积满了烟灰。他写的信永远龙飞凤舞，像天书一样难认。更夸张的是，他有时候会忘记自己住在哪里。有一次他去朋友家做客，聊了一下午，离开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回自己家的路。他站在街头愣了好半天，才想起自己住在门牌多少号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个能记住整个宇宙方程的大脑，却记不住自己的门牌号码。但这恰恰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献给了更高的东西，只剩下一个不管俗世的躯壳留在人间。从1920年代开始，他的声望如日中天，他一举手一投足都能登上全球报纸的封面。他去美国，全纽约万人空巷，他迎面走过，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，疯狂地喊着他的名字。孩子们冲上去拽他的衣摆，姑娘们把花塞进他手里，他站在那里咧着嘴笑，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。记者挤到他面前问他，爱因斯坦先生，您认为您的理论意味着什么？他说，意味着
先生，我的裤子又被挤掉了。”全场哄堂大笑。这就是他的魅力，他从不端着，他从不装神弄鬼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意外窥见了宇宙秘密的普通人。但是朋友们，任何英雄的光辉都敌不过时代的阴影。1933年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了，一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开始了。爱因斯坦，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犹太人，成了纳粹眼中最刺眼的那根钉子。他的书被扔进火堆，他的理论被诅咒，他的财产被没收。盖世太保冲进他在柏林郊外的别墅，搜走了他的私人物品，还在报纸上辱骂他是犹太骗子。一个诺贝尔奖得主，一个全世界都敬仰的科学家，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回不了国的人。他的护照被剥夺了，他的国籍被取消了，他所有的荣誉在纳粹的枪口下一文不值。当时他正在美国普林斯顿访问，他得知消息之后久久不能说话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对助手说：“我再也不会踏上德国的土地，我发誓。”从那以后，他真的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留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间白色的小木屋里，每一个清晨，他总是穿着那件皱巴巴的毛衣，踩着拖鞋，慢悠悠地走到办公室。路人看到他，都以为这是一个退休的数学教授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个不起眼的老人手里握着整个宇宙的说明书。战争轰隆隆地逼近，纳粹德国开始疯狂倒腾原子研究，科学家们吓坏了。他们担心希特勒先造出原子弹，他们推举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，提醒美国抢先研制原子弹。爱因斯坦犹豫了很久，他是一辈子倡导和平的人，他厌恶战争，他害怕暴力，但他更害怕的是，如果纳粹先拥有这种武器，全世界都会被拖入深渊。他最终在那封信上签了字，这封信直接催生了人类历史最恐怖的工程——曼哈顿计划。很多年后，当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升起，20多万人瞬间消失，爱因斯坦的世界轰然崩塌。他痛苦地捂着胸口，反复对朋友们说：“我犯了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，我多希望那封信从来没有送出去，我不配被称为和平主义者，我签了那封信，我是罪人。”他写了一封又一封公开信，呼吁废除核武器。他把自己剩下的岁月全部用来忏悔，但他永远无法消除那个原罪。一个追求纯知识的科学家被卷入了人类最残酷的战争，这是一场他一生都逃不掉的悲剧。1955年4月18日凌晨1点15分，美国普林斯顿医院一根主动脉瘤破裂，撕裂了这个76岁老人的胸膛。护士们冲进病房，看见他在剧烈的疼痛中抽搐，他拒绝手术。他说：“我想要延长自然寿命，这没什么意义，我已经做完了，该做的已经做完了。”护士扶起他，他突然用德语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，那是他最后的遗言。可惜没有人听懂，也没有人记下来。那些话随着那束追不上的光，永远消失在空气里。他去世了，医院里的护士们哭成了一片。全世界的人们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个噩耗，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，沉默流泪。他走的时候，遗嘱里特别要求不要建墓，不要立碑，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仪式。他的骨灰被撒进了一片无人知晓的河水中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凭吊的痕迹。朋友们，那个把宇宙背在背上的老人就这样干干净净地离开了，一句告别的话都没留，连一把骨灰都不肯给世界留下。你说他吝啬吗？不，他太慷慨了。他把他的思想留给了每一个愿意睁开眼睛的孩子。他已经不需要一块墓碑了，因为他的遗产是整个宇宙。他的大脑被保存在普林斯顿医院，被切成240片，寄往世界各地。科学家们像挖宝藏一样，不停地研究他的脑组织。他们想找出天才的秘密。有人说他的脑回沟特别密，有人说他的顶叶特别发达。可是朋友们，没有一个人找到真正的答案，因为天才从来不藏在血肉里，
天才是一束光，是一束无形的，不肯停下来，不肯被任何人抓住的光。它普照人间，却不属于任何人。爱因斯坦生前最喜欢拉小提琴，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门关起来，拉起巴赫的曲子，同事们听得入迷。从窗外望进去，看到一盏昏黄的灯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闭着眼睛微微摇摆，像在和另一个世界对话。很多年后，一位摄影师问他：爱因斯坦先生，您能摆一个适合拍照的姿势吗？他转过身，拿起小提琴，拉了一段舒缓的旋律，然后抬起头，孩子一样的笑了。摄影师按下快门，那张照片成了20世纪最有名的肖像之一。照片里的他眼神亮晶晶的，仿佛能看到时间尽头。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说一束追不上的光改变了时间和空间？因为光的速度是宇宙的极限。当你接近光速的时候，时间会为你让步，空间会为你弯曲，质量会为你燃烧。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宇宙的年龄，理解黑洞的边界，理解恒星的生死，全部靠的是那一束追不上的光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，宇宙是一幅巨大的不断流淌的画卷，时间就像一条河，河水流得快慢取决于你站在哪儿，空间就像一张网，网的弯折程度取决于你放了多少东西进去。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时光的弯曲里，每一滴眼泪，每一次微笑，每一个深夜的失眠，都是时空这幅大画上细细密密的纹路。这太浪漫了，浪漫到不像物理学，但这就是物理学，是爱因斯坦送给我们全人类的宇宙情书。他走了之后，人类依然在沿着他的路继续走。GPS 卫星绕着地球飞，每一秒钟都在修正相对论的误差，没有这个修正，你的导航会把你带到荒郊野岭。黑洞的照片被拍下来了，那张火红的甜甜圈正是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产物，引力波被探测器捕捉到了。那2个黑洞碰撞时在时空里荡起的涟漪，让全世界物理学家热泪盈眶。而那场他和波尔的世纪论战，至今还在量子计算机的芯片里继续嗡嗡作响。你看，他当初写给世界的那封信，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读完。关于宇宙，我们知道的越多，越发现他看得有多么远，多么深，多么锋利。他一个人用一支笔撬开了物理学的2座大山，又埋下了无数颗等待后人挖掘的种子。他从不开口索取什么，他只想弄清楚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。而我们受惠于他的好奇，受惠于他的固执，受惠于那个在专利局的深夜里孜孜不倦追赶一束光的年轻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窗外的夜已经很深了，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，远处有晚风轻轻吹过，夜晚像一条温柔的河，流过每个人的窗前。你或许刚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，你或许心里装着许多没处说的委屈，你或许也曾经觉得自己像一束追不上的光，怎么跑都跑不到终点。但请相信爱因斯坦告诉过我们的那句话，时间从来不是笔直的，它是一个可以被弯曲的圆环。你所有的曲折，所有的跌倒，所有看似白费的等待，都在悄悄改变你四周的时空。你以为你走错了路，其实你正在绕过一个看不见的山谷。你以为你浪费了青春，其实你的时间只是比别人多弯了一道弯。而每一条弯曲的河道，最终都会把河水带到大海。今晚，请允许自己停下来，允许自己不再追赶，允许自己像那个追光的少年一样，在深夜点一盏灯，安安静静的把白天放下来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你会带着爱因斯坦的星光继续向前走。请替我睡一个好觉，愿你的梦里有星野，有大海，有永不熄灭的光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转发给那个同样在赶路的朋友，让这束追不上的光照亮更多人。晚安，追光的人，晚安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下一个午夜
再会。